此时灵月走了过来，见吴昊苏醒，眼中满是欣喜，当即转身对身旁的弟子吩咐，速去召集所有药王宗弟子到前院集合。弟子领命，匆匆离去。不过半炷香的功夫，300多名身着白色衣裙的药王宗弟子便整齐地聚集在前院之中。他们身姿挺拔，周身萦绕着纯净的灵力，可当目光落到陈平身上时，先前的端庄瞬间消散，眼中满是毫不掩饰的渴望，那眼神灼热的仿佛要将陈平融化。毕竟在血脉融合的过程中，他们不仅突破了困扰许久的修为瓶颈，更体会到了前所未有的快乐。这份记忆深深烙印在心底，让他们对陈平充满了别样的情愫。灵月站在弟子们前方，感受到身后那一道道炽热的目光，脸颊微微泛红。他何尝不渴望再次与陈平进行血脉融合，那股力量交织带来的舒畅感，以及修为提升的喜悦，都让他心驰神往。若不是吴昊在场，他恐怕早已抛开宗主的矜持，扑进陈平怀中。吴昊将这一切尽收眼底，嘴角勾起一抹会心的笑容。他朝着灵月和陈平拱了拱手，多谢灵月宗主这段时间的照料，不仅救了我，还让陈道友修为得到极大提升。如今六重天危在旦夕，我们不能再次久留，是时候出去寻找其他同伴，共同对抗噬魂尊了。灵月闻言，压下心中的念想，神色变得严肃起来。国主说的是，眼下确实不是儿女情长的时候，我已让弟子们准备好了充足的丹药和疗伤草药，随你们一同前往，也能多一份战力。陈平看着眼前的众人，心中满是感激，他对着灵月和众弟子深深一揖，多谢各位，此恩日后必当报答。待我们平定了魔修之乱，定让六重天重归安宁。随后众人收拾妥当，便朝着药王宗外走去。当穿过谷口的空间光幕，眼前的景象让所有人都倒吸一口凉气。曾经蓝天白云的六重天，如今被浓得化不开的黑色魔气笼罩，阳光彻底消失不见，天地间一片昏暗，空气中弥漫着浓郁的血腥气和腐朽的味道，每呼吸一口都让人感到一阵恶心。地面上随处可见残破的尸体，有人类修士的，有兽族修士的，还有神国修士的，他们的死状凄惨，有的被拦腰斩断，有的头颅不翼而飞，鲜血染红了大地，汇成一条条暗红色的小溪，朝着低洼处流淌。这简直是人间炼狱啊！一名药王宗女弟子看到这般景象，忍不住捂住嘴，眼中满是恐惧，声音都在颤抖。灵月的脸色也变得十分难看，她握紧了手中的药杖，沉声道：没想到噬魂尊的手段竟如此残忍，短短半个月，六重天就变成了这副模样。吴昊看着眼前的惨状，眼中满是悲痛和愤怒，他拳头紧握，指甲深深嵌入掌心，鲜血顺着指缝滴落。噬魂尊，我定要将你碎尸万段，为这些死去的修士报仇。陈平拍了拍吴昊的肩膀，语气沉重：国主，我们现在首要的任务是找到无极道长和紫渊他们，只有汇聚更多的力量，才有机会对抗噬魂尊。吴昊深吸一口气，压下心中的怒火，点了点头：你说的对，我们现在就出发，去之前约定的集合点看看。众人沿着残破的道路前行，一路上魔修的恶行不断冲击着他们的认知。在一处小镇上，数十名魔修正围着一群手无寸铁的平民，他们脸上带着狰狞的笑容，手中的魔刃不断挥舞。平民们的惨叫声此起彼伏，一名孕妇被魔修一脚踹倒在地，腹中的胎儿随着鲜血流出，魔修却发出阵阵狂笑。住手！陈平看到这一幕，怒不可遏，手中的斩龙剑瞬间出鞘，金色的剑气朝着魔修们劈去。魔修们见状，纷纷转头，看到陈平一行人，眼中闪过一丝贪婪，又来几个送死的，正好抓回去献给尊主。为首的魔修手持魔刀，朝着陈平冲来，魔刀上缠绕着黑色的魔气，散发着诡异的气息。陈平丝毫不惧，斩龙剑迎了上去，当的一声脆响，魔修手中的魔刀瞬间被劈成两段。
金色的剑气于是不减，朝着魔修的胸口刺去。魔修大惊失色，想要躲避，可已经来不及了。剑气直接穿透了他的胸膛，鲜血喷涌而出。其他魔修见状，纷纷朝着陈平围了上来。灵月和药王宗的弟子们也立刻出手。白色的灵力与黑色的魔气在小阵中碰撞，厮杀声瞬间响起。药王宗的弟子们经过血脉融合，修为都有了显著提升。他们配合默契，手中的法杖不断释放出治愈和攻击的法术。灵月更是厉害，人仙境一品的修为让他在战场上如入无人之境。紫色的灵力如同丝带般缠绕着魔修，每一次挥动都能带走一名魔修的性命。短短半个时辰，数十名魔修便被全部斩杀。陈平走到那名死去的孕妇身边，眼中满是不忍。他轻轻合上孕妇的双眼，沉声道：“安息吧，我们会为你们报仇的。”小镇上幸存的修士们纷纷围了上来，对着陈平一行人磕头致谢，眼中满是感激。陈平扶起他们，从怀中掏出一些丹药递给他们：“这里已经不安全了，你们尽快找个隐蔽的地方躲起来，等我们平定了魔修之乱，再回来重建家园。”修士们再次道谢后，便匆匆朝着远方逃去。众人继续前行，一路上这样的场景不断上演。有的村落被焚烧殆尽，只剩下断壁残垣；有的城池被魔修占据，城墙上挂满了修士的头颅，用以威慑反抗者。这一天，他们来到了一座曾经繁华的城池外，远远便看到城墙上挂着密密麻麻的头颅，黑色的血液顺着城墙流淌，在城门口形成了一片血洼。城门处，几名魔修正押着一群修士朝着城内走去。修士们的脸上满是绝望，有的被铁链锁住手脚，有的则被魔修用魔刃抵着后背，稍有反抗便会遭到残酷的殴打。是恶道殿的人。吴昊一眼就认出了魔修身上的服饰，眼中闪过一丝恨意。恶道殿投靠了噬魂尊，更是助纣为虐。他们抓这些修士，恐怕是为了收集魂灵，增强自身的实力。陈平看着那些被押走的修士，心中一紧，我们必须救下他们，不能让恶道殿的阴谋得逞。灵月点了点头，这座城池防守严密，我们不能硬闯，得想个办法混进去。众人商议片刻，决定由陈平、吴昊和灵月三人先行潜入，其他弟子则在城外埋伏，等待信号，里应外合。陈平释放出魔气，伪装成魔修的模样，带着吴昊和灵月朝着城门走去。城门处的魔修仔细打量了他们一番，见他们周身被魔气环绕，便没有过多盘问，放他们进了城。进城后，眼前的景象比城外更加凄惨，街道上冷冷清清，偶尔能看到几名魔修耀武扬威地走过。路边的店铺全都关门大吉，有的门窗被砸破，里面的物品被洗劫一空。他们沿着街道小心翼翼地前行，很快便来到了一座巨大的宫殿前。这座宫殿曾经是城池的城主府，如今却被恶道殿的人占据。宫殿外守卫森严，数十名魔修手持魔刃，警惕地盯着四周。那些被抓的修士应该就被关在里面。陈平低声说道，眼中闪过一丝金光。就在这时，一名魔修从宫殿内走了出来，他手中拿着一份名单，对着门口的守卫说道：“奉尊主之命，将今日抓来的修士带到后院的祭坛，准备进行祭祀。”守卫们领命，立刻朝着关押修士的方向走去。陈平三人对视一眼，悄悄跟了上去。他们跟随着守卫来到一座地牢前，地牢内传来修士们的哭泣声和怒骂声。守卫打开地牢的大门，将里面的修士全部驱赶出来，朝着后院走去。陈平三人混在守卫中，小心翼翼地观察着四周的环境。后院中央有一座巨大的祭坛，祭坛上刻满了诡异的符文，符文闪烁着黑色的光芒，空气中弥漫着一股邪恶的气息。祭坛周围站着数名恶道殿的修士，他们手中拿着法器，口中念念有词，似乎在准备着什么仪式。不好，他们要开始祭祀了！吴昊低声惊呼，
眼中满是焦急。陈平深吸一口气，对着凌月和吴昊使了个眼色，三人同时出手。金色的剑气、紫色的灵力和白色的光芒瞬间朝着周围的恶道殿修士袭来，魔修们毫无防备，瞬间被打倒一片。祭坛周围的修士见状，纷纷朝着三人围了上来。黑色的魔气如同潮水般涌来，快，带修士们离开！陈平一边抵挡着魔修的攻击，一边对着地牢里的修士们喊道。修士们见状，纷纷朝着城外跑去。一名魔修将领看到这一幕，怒不可遏，他手持一把黑色的长枪，朝着陈平袭来，敢坏我的好事，找死！黑色的长枪上释放出一道巨大的魔气，朝着陈平轰去。陈平不敢大意，将龙族血脉的力量全部爆发出来，金色的灵力在他周身形成一道护盾。轰的一声巨响，魔气与灵力碰撞在一起，产生了巨大的冲击波，周围的地面都塌陷了下去。凌月和吴昊见状，立刻上前要帮助陈平。你们带人离开，对付这小垃圾，不用帮忙。陈平让凌月和吴昊带着那些修士离开。凌月和吴昊对望一眼，然后带着修士们离开了。如今的陈平地仙境2品，对付一个地仙境9品的魔将应该没有问题。你一个小小的地仙境2品也敢如此嚣张？魔将手持长枪攻了上来。小垃圾！陈平眼中满是不屑，手里的斩龙剑顺势一斩，那魔将只感觉一阵狂风怒吼，身体瞬间倒退100丈，口鼻都流血了。你……魔将十分震惊，没想到陈平会这么厉害。小子，你有种，等着尊主弄死你们吧！魔将说完，狠狠瞪了陈平一眼，转身想要逃跑。想走没那么容易。陈平眼中闪过一丝狠厉，他将所有的灵力都汇聚在斩龙剑上，金色的剑气如同一条巨龙，朝着魔将追去。魔将听到身后的动静，想要躲避，可已经来不及了，剑气直接穿透了他的身体。他不甘地惨叫一声，身体重重地倒在地上，气息逐渐消散。解决了魔将后，陈平立刻朝着城外走去。此时城内的魔修已经被凌月和吴昊带着药王宗的弟子们斩杀殆尽，幸存的修士们纷纷围了上来，对着众人道谢。陈平看着这些幸存的修士，心中满是感慨，大家不用谢我们，保护六重天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。如今六重天危机四伏，你们若愿意，可随我们一同寻找其他同伴，共同对抗噬魂尊。修士们纷纷点头，他们深知，只有团结起来，才有机会活下去，才有机会夺回六重天。随后，众人继续前行，一路上不断有幸存的修士加入他们的队伍，队伍的规模越来越大，可他们的心情却丝毫没有好转，因为每走一步，都能看到更多的惨状，感受到更多的绝望。这一天，他们来到了一处山谷，这里曾经是兽族的栖息地，可如今山谷内一片狼藉，兽族修士的尸体随处可见，有的被开膛破肚，有的被啃食的只剩下骨头。掩埋完尸体后，众人继续前行，寻找无极道长和紫渊他们的下落。他们按照之前约定的路线，走遍了六重天的各个角落，经历了无数次的战斗，斩杀了无数的魔修，也目睹了无数的惨状。这一天，他们来到了一座雪山脚下，雪山终年积雪，气候寒冷。越往雪山深处走，气候越寒冷，空气中的魔气也变得稀薄了许多。走了大约半个时辰，他们看到了一座隐蔽的山洞。陈平示意众人停下，他小心翼翼地朝着山洞走去。走到山洞门口，他听到里面传来熟悉的声音：“胡大师，你说陈平他会不会出事啊？都这么久了，还没有消息。”这是紫渊的声音，知道胡麻子跟着陈平熟悉，所以紫渊才会问胡麻子。这段时间，紫渊日夜思念，担心陈平，毕竟自己被陈平舔过，那就是陈平的女人了。他已经下定决心了，如果陈平能够平安归来，他就把身体直接给陈平，随便陈平怎么玩。应该不会，陈平那小子实力强悍，又有龙族血脉，一定没事的。
陈平听到这2个声音，心中一喜，这正是紫渊和胡麻子的声音。他朝着山洞内走去。胡麻子、紫渊，我回来了。山洞内的人听到声音，纷纷转过头。当看到陈平时，眼中满是惊喜。胡麻子率先冲了上来，一把抱住陈平。陈平，你可算回来了，我们还以为你们出事了呢。紫渊也走上前来，眼中满是激动。太好了，你没事就好。我还没舔够呢，怎么可能有事呢？陈平凑到紫渊耳边笑道。紫渊脸一红，娇羞道，只要你活着，你想怎么样都行。这时吴昊和凌月等人也走进了山洞。国主，你没事呀？看到吴昊，紫渊十分的惊讶，他还以为吴昊早就被那噬魂尊给杀了呢。